上集看完大甲镇澜宫的艺术工艺，这次立刻直奔庙口，超过50年的老店一路发。大家都说这里的绿豆沙很有名，但我今天就是想来杯古早味红茶。接着，身为芋头控的我，怎么可能会错过无甲地香酥芋泥球？原味一颗只要10元，外皮酥酥脆脆，内馅绵密 Q 弹，一咬下去，芋香直接在嘴里爆开。慢慢咀嚼，幸福会蔓延开来。我很少推荐店家，但如果来大甲，去买来吃。一口下去，茶香浓郁，顺口不涩，甜度刚刚好。喝完喉间还会回甘，而且真的很大杯。我们到旁边走走吧。来到米其林推荐的老四官擀面，等等要去的眷村旁边还有一家四官长擀面，店名很像，味道都很棒，但是私心还是爱这家。老板手工反复擀压的面条，再淋上秘制的麻酱、蒜泥、油葱酥，咸香味十足，会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。在地朋友教我，整匙辣椒酱拌进去，天啊，绝配啊！或是拌半熟的蛋，其实也是不错的哦。谢啦朋友，下次再来一碗。来到台中清水，在巷弄深处藏着一处承载回忆的地方——清水眷村文化园区。当地人说，这里过去是空军后勤人员眷属生活的聚落。如今经过整理，成为带着文青气息的散步景点。走在老房之间，你可以感受到那个年代的生活模式。园区现在也成为艺术创作者的展示基地。许多艺术家在这片有故事的土地上，用作品留下情感和想象，为眷村注入新的灵魂。目前园区仍在整理中，游客不多，反而多了份难得的宁静。我之前也曾参与过其中一项 3D 打印装饰艺术的拍摄，因此也更能想象未来这里的样貌。买买小物，逛逛展览，喝杯咖啡，或是坐下来听老兵分享眷村的故事，一座充满记忆与温度的慢活秘境。
清水轨洞的主道一开始还算宽敞，但越往里走，空间就开始收窄，必须弯着腰前进，左右通道也变得很狭窄，2个成年人几乎无法同时通过。开放参观的区域比想象的还要长。途中会经过储物室、厨房、岗哨、厕所，还有寝室，能大致感受到当年在这里驻守的环境。继续深入时，会遇到不少岔路，如果没有注意方向，是真的有可能会迷路的。再往下走，湿气明显升高，墙面还有地面开始变得湿滑，呼吸感觉也沉重了起来。在这样的空间待久了，不敢说身体会立刻出问题，但那种心理还有精神上的压迫感很真实。总之，赶快走出去，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吧。这里涌出地下水，是在地人洗衣服的老据点。很好奇，现在还有人会在户外洗衣服吗？阿北说，白天还是会有人来啦，但前阵子附近盖房子，地下水被抽干，这里几乎荒废了。刚好我来的这天，奇迹发生了，地下水咕噜咕噜的冒出来，整个又活络了起来。看着水流，瞬间想起小时候奶奶蹲在河边搓衣服的画面，那种纯粹的日常，真的好怀念啊！天快黑了，野营地找了半天没有合适的，路边连一家餐厅也没有，最后只好先冲进便利商店垫垫肚子。夜骑真的蛮危险的，一路绕啊绕啊，也不知道骑了多久。终于我在天桥底下找到一个能遮雨的地方，有屋顶能挡风能休息，今晚总算能安心睡一觉了。